朋友们，焕新 Y 的用車報告出来了。那作為車主呢，今天給大家分享一下焕新 Y 開起來的感覺到底怎麼樣，它的優缺點以及用車成本，大家記得點讚收藏喲。第一點，用車成本，7個月的時間呢，駕駛了10254公里，加充補電折算下來1公里在8分到1毛錢。不得不說啊，電車是真的省。第二點呢，能耗表現，我先給大家說一下我通勤的這個情況，每天呢上下班都得往返個60到70公里，像市區路，包括說城區快速路都是各占一半和一半的。那我算下來，這個能耗表現是在16.8度。我看有些車主能跑個12度多啊，13度多啊，甚至11度多的都有啊。就是我基本上開這輛車是不在乎這個腳法的，反正就猛踩就完事兒了啊。然後再來說，就是我新增的一些東西，你看我能耗那麼高呢，其實也是因為我換了4條胎的，沒錯啊，就換的是那個博天族的 Sport 運動系列的胎，就是它相對來說呢，像在過彎的時候呢，它的支撐性能會更好，然後運動性能嘛，就是表現的比較的出色，而且這條胎呢，我相比於其他的運動胎，它的一個靜音表現是算同級當中呢還不錯的了啊，但是它的一個耐磨指數的話呢，相對來說就會差那麼一點點了。第三個就是首保的一些項目，其實你開到1萬公里的時候 ，APP 上就會有提示了嘛，我點進去看了一下，因為每個車的情況是不一樣的。那目前呢，就是4個選項裡邊啊，就是只有這個輪胎換位是提醒我要去做的，然後前3個像空調濾芯啊，包括說這個制動液的檢測啊，以及最後的這個濾芯檢測啊。那目前的這個輪胎換位的話呢，是需要自己額外花100多塊錢的。也就是說，你看特斯拉的首保它檢查是免費的，但是需要更換配件的話呢，都是需要去花錢的。第4點呢，新增了哪些東西？很多人都吐槽，對吧？特斯拉就是毛坯房嘛。那看看啊，我給這輛車裝修了哪些地方？就是首先呢是貼了車衣的，因為我有看到之前很多特斯拉的車主們，比如說在高速啊、快速路上，容易被那個小石子崩到嘛，就很容易出現一些痕跡，所以我是給它貼了車衣的。然後加上換了4條胎啊。然後內飾的話呢，我覺得焕新 Y 上方這個遮陽簾確實比老款的要隔熱很多啊。但是夏天的話，我個人是覺得還是蠻曬的，所以呢給它加了這種遮陽簾兒，再加上前方呢就加了一個儲物的一個架子。那除此之外是沒有裝修任何東西的，因為我個人呢是比較喜歡簡約風啊。那最後呢就是關於這輛車的優缺點了，就是我相信焕新 Y 啊一些共通的一些缺點呢，大家應該都有所了解了。我就講一些我深有體會的吧，比如說它的座椅嘛是沒有零重力座椅的，但是啊我覺得沒有腿托是我不能夠忍受的，因為像我每天基本上都會在車內午休，沒有腿托的話就睡起來會非常的不舒服，而且它的主副駕座椅都是需要手動的放倒的，對，就非常的麻煩啊，這是它的一個缺點。第二個呢就是車機方面的，就是首先呢就是導航不好用啊，我相信對吧，就是都深有體會。然後最關鍵的是什麼？它的那個鍵盤是不支持9宮格的，就全鍵盤。比如說我在開車的話啊，想要搜索個什麼的話，除了說通過語音，有時候那個語音也不太能夠聽得懂話啊，你自己手動輸的話，那個拼音嘛就非常的麻煩，你需要這個駕駛，然後又得手動的去輸入，所以就非常的不安全啊，不建議大家這樣做。第3個呢，就是它的按鈕的這個雨刮器，自動模式下呢會莫名其妙的亂刮，就是比如說在大晴天的時候自己就乾刮啊，我覺得確實不太好用。第4個呢，就是音樂軟件，它目前呢是只有這個網頁版的，所以你聽歌的話呢是沒有辦法選擇那個音質的，就算你開了 SVIP 都沒有辦法啊。然後第5個呢，就是它的那個無線充電嘛，沒有導風槽。冬天還好，夏天的話確實手機會比較的燙。那最後一個就是這輛車在低速狀態下呢是有異響的，就是有那個內飾，特別是座椅那個摩擦的這個聲音。還有一個缺點剛剛遺漏了，就是每一次啊，就是你在行駛的過程當中聽歌的話呢，對吧？你暫停了，然後你再次的上車下車，然後音樂都會自動的播放，我就覺得很煩啊，對吧？每次都要手動的去暫停。最後呢，就是這輛車的一些優點，當然除了說操控啊那些之外啊，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它的一個主動安全，因為平時有時候自己容易走神嘛，對吧？一走神，它這輛車呢就會及時的給到你提醒，然後甚至呢會主動的就幫你剎停嘛，就來得非常的及時，我覺得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夠保證安全的。
第二個就是它的遠光燈的按钮確實非常的好用，個人是覺得比後方的這個撥桿來的要更快嘛。你看它是設計在了方向盤左側，而且是上方第一個按鍵的。所以說大家经常在網上刷到的什麼特斯拉車主啊，对吧？邪惡大鼠標啊，就那些啊，確實就是你不按的話還好，你按起來的話就沒完沒了了，開個玩笑啊。第三個呢，就是後備箱自動的開啟，就是我相信大家都有见过啊，比如說小 T 後備箱，对吧？自動的開啟啊。然後這輛車呢，它是你在這個後備箱站上個幾秒，它後備箱會自動的開啟。比如說我提了大件的話，不方便去按按鈕，這個功能就特別好用。但是啊，這個不是重點，重點是呢，它還可以選擇這個住宅除外。对啊，因為很多那個充電樁嘛，都會設計在後邊。如果說你每天就是需要充電的話，如果你到家了之後呢，在後面走來走去的，它也會自動開啟。但是呢，你可以選擇把它關掉，所以是不是非常的實用？第四個呢，就是儲物空間不錯啊，不是說它這個後備箱和前備箱這兩塊我用的其實非常的少，我用的最多的就是它前方主副駕這一圈的這個儲物空間。最後一個優點呢，就是 OTA 的升級，除了說比較及時之外呢，再加上它確實會更正之前的一些缺點，然後讓這個功能變得更加的好用。像之前樊青歪就是車主们吐槽的，就是幽靈剎車嘛，對吧？是蠻危險的。但是這一次 OTA 升級之後呢，有改善。然後第二個就是，除了這輛車呢可以通過這個鳴笛閃燈來尋車之外呢，它這次還新增了直接點進這個主頁面，你看地點上面就可以直接看到，它是有這個箭頭的指向的。然後這一下找車呢就會更加的方便了。關於樊星 Y 1萬公里的用車報告，差不多就這些了。其實這輛車呢，嚴格意義上來說是我的第一輛純電車型，因為之前呢都是這個增程和插混嘛。特別是從400換下來之後，我個人最大的一個感受就是，現在啊就是想去哪兒就去哪兒了，不會受這個距離的限制。反正啊，你跑完了這個電，直接加充裝一充嘛，對吧？就會特別的方便。就是用車成本方面確實節省了很多。那所以說，大家如果想要購車買車的話，還是要根據自己的這個實際的需求來。然後祝大家都能選到自己心儀的小車吧。